曾见过最炫技又颇为实用的笔记本是什么样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胖胖。今天我们来聊聊 Windows 的弟弟 Surface。当然，如果按发布时间算起，应该算是爸爸。快叫爸爸2012年6月，微软正式发布了初代 Surface 搭载 Windows 8的 Surface RT。 懂的都懂。到今年刚好10年。而我们今天的主角，微软 Surface Laptop Studio 便是 Surface 诞生至今的最新旗舰。熟悉微软 Surface 家族的小伙伴，听到 Laptop 和 Studio 两个单词，一定不会感到陌生。没错 ，Laptop 笔记本系列是 Surface 的当家花旦，而另一个能与之平起平坐的，则是微软开创的以 Surface Pro 为主的2合1系列。至于 Studio， 则是那个能翻转变形的大家伙。想当年，在老东家评测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这玩意难道不是商场触控屏吗？而二者名称相结合，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能翻转变形的笔记本。其实市面上常见的翻转变形本并不长这样，而是像联想 Yoga 那样的360度翻转变形本，包含4种使用模式。现在我哈尔滨的老家还躺着一代初代联想 Yoga。虽然 Surface Laptop Studio 的翻转模式此前有 PC 厂商设计过，但该设计的重新回归依旧为当下笔记本设计指明了一条可行性翻折方案。至于 Surface 翻转变形本和360度翻转变形本哪个更好用，胖胖会在后续进行详细说明。Surface Laptop Studio 外观设计秉承了 Surface 家族一贯的高质感、高颜值。Windows 阵营中，在颜值和质感上能和苹果 MacBook 媲美的 Surface 家族是为数不多的一个。除了可变形 ，Surface Laptop Studio 在设计上的另一大特色，则是扬声单元和散热出风口连在一起，在视觉上形成了一个整体。这种设计我还是头一次见。话不多说，我们开始评测吧。笔记本与人类交互主要通过3大部件：屏幕、键盘以及触控板。一款能拿得出手的笔记本产品，这3点缺一不可。Surface Laptop Studio 搭载了一块14.4英寸、2400×1600分辨率、120赫兹刷新率的3:2触控屏。首先，我们通过显微镜可以看到，这是典型 IPS 屏幕鱼鳞状的像素排列方式。接下来，我们通过红蜘蛛测试这款显示器的屏幕素质，色域表现为100% sRGB、81% Adobe RGB、85% P3 以及78% NTSC， 在笔记本领域处于较高水平。业内有一个不成文的祭祀公式：72% NTSC 约等于100% sRGB， 81% Adobe RGB 和78% NTSC 超出的一些色域表明，这块屏幕的色域表现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屏幕亮度方面，由于笔记本无法设置25%和75%亮度，下表中亮度对应值为20%和70%，所以测试时会存在误差。数据显示，该屏幕的最大亮度约为400尼特，屏幕亮度在0%、70%和100%时基本符合官方给出的15:1。亮度变化后，色温基本稳定在7000K 左右，这意味着灰度上只有非常低的色调转变，说明显示器可以正确重置原来的色调，色温一致性表现优异。色彩均匀性方面，德尔塔 E 最大值为3.4，位于屏幕左侧中央位置，整体基本稳定在3.2以下。德尔塔 E 值在1.6到3.2之间，人眼是基本分辨不出色彩的差异的。色彩均匀性表现优异。亮度均匀性方面，最大偏差为10%，位于屏幕右下角，其余偏差均低于6%。亮度均匀性同样表现优异。我遇到过很多顶级显示器，亮度偏差可以达到20%的。不过还是建议用户在色彩细节处理时不要使用右下角。色准方面，德尔塔 E 平均值为1.2，最大也仅为唯一出现的5.38，其余均在2.04以下。该数据已经达到了当下顶级专业级显示器的色准要求，在笔记本阵营排在前列。实际观感上，由于3:2屏幕比传统的16:9屏幕要高一些，观看21:9电影时，上下留白会更多一些。不过这样更适合填充弹幕，16:9电视剧也会有留白。现在电视剧不也都喜欢21:9了吗？灌篮高手、名侦探柯南等早期4:3比例动漫则会出现左右留白。Surface Laptop Studio 这款屏幕的整体观感是非常棒的，色彩还原准，细节表现优异，无论是日常办公、看电视剧，还是偶尔玩小游戏，都能够轻松驾驭。如果非要说缺点，那就是容易反光吧。作为当下体验最舒适顺滑的键盘触控板组合， Surface Laptop Studio 键盘键程较深，回弹性极强，敲击感非常舒适，适合长时间办公人群。甩开屏幕 MacBook N 调节。你咋不跟好的比？对了，键盘还支持3级背光。触控板方面， Surface Laptop Studio 可能是我体验过最好的 Windows 阵营触控板。
没有之一。Surface Laptop Studio 采用3CL 提供的最新毫米级粒敏电阻传感器。为了解决粒敏电阻传感器成本极高的问题，3CL 给出了双层面板的解决方案，即同时安装粒敏电阻层和传统的电容层。手指按压时，粒敏电阻层的电等率会发生变化，毫米级反应极其灵敏、顺滑且精确。整个触控板面都能向下按压。胖胖对比了其他品牌的按压声音，其他品牌是略清脆的声音，听起来很薄。而微软是偏闷，更厚重一些，整体按压反馈明显更好，体验更舒适。总结依旧一句话 ：Windows 阵营最强触控板。聊完了笔记本与人类交互的3大门面，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最为炫技的翻转变形设计。相比传统的360度翻转变形设计 ，Surface Laptop Studio 采用全新的设计模式。虽然官方表示拥有3种模式，但事实上与360度翻转变形本一样，能实现4种模式。首先，笔记本模式，这是传统模式，就不赘述了。其次，娱乐模式，其对应的便是360度翻转变形本的帐篷模式。但个人认为，微软的形态是秒杀传统的帐篷模式的。因为微软保留了触控和键盘2种交互方式，而传统帐篷模式仅支持触控1种交互方式。2种交互的配合大大提升了影音娱乐、视频会议以及为客户展示 PPT 等场景的操作性。同时，微软的娱乐模式虽然角度固定，但因为有触控板的存在，能够更好地拉开人员与屏幕的距离，在飞机小桌板等狭窄空间下，比传统的帐篷模式更加方便舒适。想象一下，当你工作累了，或者中午午休直接掰过来看剧，好不巴适。按一。第三，画布模式，即传统的平板模式。妹子们可以趴在床上刷淘宝，艺术工作者也可以在平板上利用 Surface 超薄触控笔2进行绘图绘画。第四，站立模式。该模式和传统的站立模式也很像，不过微软的站立模式依旧是笔记本地面贴近桌面，而传统的站立模式是键盘面贴近桌面，显然又是微软的设计更好。该模式二者体验基本一样，都是仅能触控，用来看看视频什么的。胖胖拿到的是 Surface Laptop Studio i7 版本，搭载英特尔 i7-1130H 处理器，16G 内存，512G SSD。以及 RTX 3050 钛显卡，典型的办公本配置。因此，胖胖便不进行具体的游戏测试了。如果非要花上1-2万买一台办公本来玩游戏，右转不送。i7-11370H R23 单核分数1498，介于 i7-1185G7 和 i5-11600K 之间，多核分数5977，介于 i7-1185G7 和 i5-8600K 之间。R20 单核分数574。介于 i7-1185G7 和 i5-11600K 之间，多核分数2343，介于 i7-7700K 和 i5-8600K 之间，高于 i7-1185G7。3D Mark CPU 线程测试如下：单线程强劲，多线程相对较弱。综合来看 ，i7-33170H 单核性能表现强劲，多核不算弱，但也不是很强。微软整体的调教没那么激进，办公够用就行呗。16G 内存 AIDA 64测试数据如下：延迟相对较高，主要影响游戏性能。办公就还不错。512G 固态硬盘，速度算不上顶级，但办公之用也绰绰有余。RTX 3050钛显卡性能 ，3D Mark Time Spy 得分4761，接近 RTX 3050钛的平均分。Wildlife 跑分23833，低于平均分。简单来说，办公本和入门级游戏本在 RTX 3050钛的调教上是有差异的。游戏本可能更追求性能，不会降频，但轻薄办公本不一样。因此，还是那句话，微软的调教不是那种激进的，不玩游戏就还行。PC Mark 10标准得分4932分，基础得分4477分，依旧适合办公，针对性极强。常见办公软件剪映 2.1G 素材合成554兆，4分31秒，2K 分辨率，60帧视频，需要时间1分33秒03。而对应某 AMD Ryzen 7 5800H 游戏本为1分14秒99。整体体验过程中 ，Photoshop、Premiere、Lightroom 剪映等软件都非常流畅。散热方面 ，IDA 64双烤30分钟到1小时以上，温度如下。功耗方面，10分钟左右 CPU 功耗在20瓦以上 ，GPU 功耗在40瓦以上。此时表面温度要比30分钟后略高，随后 CPU 和 GPU 功耗会随着时间逐渐降低，最终 CPU 功耗会稳定在17瓦 ，GPU 功耗会稳定在35瓦，有所降频，温度也会随之降低。Surface Laptop Studio 整体散热性能非常优异，双烤中我们明显能感受到散热风扇的转动，感受到散热出风口有热风吹出，但噪音并不算大。
散热策略采用降频策略，但日常办公环境下 CPU 和 GPU 占用率不会长时间如此高。既然散热和扬声器连在一起，下面我们就来听听音乐祖传的渡口。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直到思念从此生根，华年从此停顿。最后来聊聊重量和续航。Surface Laptop Studio 重量在 1.8千克多一点，拿在手里是有分量的。作为一个背着游戏本出差的人，胖胖是能够接受这个重量出差的。身体真好。续航方面，利用网页观看 1080p 视频，电池最佳性能下亮度最高，音量50%，续航时间约为5小时以上。而办公场景下，电池更好的性能模式下，亮度调到80%。偶尔刷刷微博，外加午休看视频，工作9小时，剩余电量13%。粗略估计续航时间可以达到10小时以上。对了 ，Surface Laptop Studio 仅包含2个 Type-C USB 4.0 接口，支持雷电4，同时还包含一个耳机接口和充电接口。如果你想连接传统的 USB-A 接口，需要自备扩展坞。总结一下 ，Surface Laptop Studio 是一款专业的办公本。高颜值外观在 Windows 阵营中几乎没有敌手，4种变形模式无缝衔接工作和生活。无论是在办公室、星巴克或者出门旅游 ，Surface Laptop Studio 都会让你成为最靓的仔。性能方面 ，Surface Laptop Studio 整体调教不是很激进，该降频的时候降频，该控制功耗就控制功耗。综合性能在同配置产品中算不上顶级，但却能配得上高端专业办公本称呼。如果你又不惯苹果系统，又想在 Windows 阵营中找到一款颜值、品质、性能都入得了法眼的 Surface Laptop Studio 绝对是最佳选择之一。好了，不说了，我要去星巴克一趟，只是坐坐，不买咖啡。